哎呀，我的大娘子，您是不知道，那岑家大郎有才，二郎有貌，正好配府上的2位小姐。上一世的确如这媒人所言，我嫁了大郎岑文清，妹妹梦之嫁了二郎岑正言。我和大郎像2条拉磨的驴，给他们收拾了好多年的烂摊子，直到大郎为救二郎而死。文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这一生太不值了，我就不配有一个貌美的夫人吗？原来收拾那些烂摊子时，他是心甘情愿的，不仅为了他弟弟，还为了我的妹妹。算了吧，大郎无貌，二郎无才，2个都非良配。香芝，你胡闹什么？给我坐下！我家大女儿是乖张了些，可小女儿梦之却是乖巧得很，是个贴心的。岑家那2位郎君到底是怎样的为人？大娘子您有所不知，那大郎君极有才能，年纪轻轻就管着家里的产业，好几个铺面，好多掌柜听他使唤，威风的不得了。大郎岑文清的确管着家产，为人精明能干，可他一辈子都没享过福，都在为他弟弟弟媳操心。我们家二郎啊，那可是一表人才，文韬武帅，样样精通，日后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。我家二郎自小就聪慧，最是个有孝心的。可不是嘛，二郎生得好，小时候街坊四邻成亲，都抢着让他去压床，都盼着能生这样一个俊俏的小子。那时我是心疼他的，我觉得我们很像，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孩子。你和大郎倒是相配。这一世，我李香芝绝不重蹈覆辙。大小姐，夫人叫你去正厅。这就去。你个不懂礼数的东西！岑家提亲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敢当着媒人的面掀桌子！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当娘的？2个我都没看上，我都不嫁。你反了天了！还你2个都没看上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！若非你妹妹梦之嫁给二郎，你以为大郎那样好的郎君能看得上你？原来我是个天头，那我就更不嫁了。人家既然都没看上我，我嫁去做什么？不行，你必须嫁！你不嫁，你妹妹怎么办？什么叫妹妹怎么办？你不嫁过去，你妹妹梦之怎么过好日子？谁来帮衬她？若大郎娶个厉害的媳妇儿，你妹妹在他手里怎能讨得了好？只有你们姐妹一起嫁过去，我才放心。哦，原来妹妹才是我的天头啊！合着没了我，她连好日子都过不上。废物！你说谁？你。娘，你看他骂我。李香芝，你敢打我！你竟敢打我！我骂你怎么了？我还打你！你若不是废物，娘怎会买1送1，非要让你给我当天头？没有我，你连岑家的门都进不去。香芝，老娘今日不扒了你的皮！娘，救命啊！救命！娘要打我，那我就先替娘打死你这个不长进的天头！娘，你别打他了，我被打得好疼啊！我的乖宝，快，娘给你找药。和你们的亲情早在60多年前就流尽了，这辈子休想再让我受半分委屈。香芝，你今日跑来我这儿，还带了贴身的换洗衣服，是不是跟你爹娘闹别扭了？都这个时辰了，你家怎么连个找你的小厮丫鬟都没打发来？没人会来，我也早就已经不期待了。
你呀，就是性子太倔。若是不痛快，今夜便在我这安稳睡下。好。李老哥，不是我说你们，香芝在我们这儿连着住了几日，你们当爹娘的倒真沉得住气。今儿若不是生意上路过碰见，你们是不是还要当没这个女儿？是，高兄说的是我们做爹娘的粗心了。这几日实在是店里太忙，没顾上，给府上添麻烦了，真是不该呀！死丫头，敢让我李家丢这么大脸，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姐，你疯了！你打我做什么？娘，你掐我做什么？你这个逆女，你竟敢！都给我住嘴！一出来就闹，还嫌在外面丢人丢的不够吗？赶紧给我滚回去！大小姐可真惨，一回来就被关在房间里禁足。反观二小姐，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跟着夫人出门买发插去了。可不是嘛？听说家主家母从小就疼爱二小姐，什么好东西都给二小姐，把二小姐都宠到天上去了。爹娘进我的族，我就毁掉你的宝贝衣服。李香芝，你这个疯子！我和你提了，你凭什么毁我的东西？凭什么让我什么都没有？就凭你有，我没有；就凭你要嫁入高门，却要让我也嫁过去给你当牛做马；就凭你立不起来，你就是个离了我就活不下去的废物。大郎有才，二郎有貌，这岑家一门双杰，偏偏才和貌怎么就不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？当真是个两难题。可如今香芝那死丫头是铁了心不肯嫁，我们衡量来衡量去，梦芝，你还是选大郎吧。容貌不是顶顶重要的，嫁汉汉穿衣吃饭过得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！我已经和二郎相看过，也收了他的发钗，我早就对他有了情意，跟着二郎吃糠咽菜我也愿意，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情爱。这梦芝不省心，看到那个大女儿我更是头大。禁足也并不住他，他会翻窗翻墙爬树，他是一点也不乖巧了。香芝，咱们凑的钱弄的这铺子总算开张了。2楼住人，1楼做生意，以后咱们自己当家做主。船家，向您打听个事儿，您这船上可有一位叫做宋恒林的小郎君？姑娘，你又来打听宋郎君啊？今日还是没有啊？你天天一大早守在这儿，老打听他做什么？上一世从岑家离开后，我遇到了宋恒林。香芝，是我容貌品行不得你喜欢，还是你还念着亡夫？都不是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狭长而清澈，美得像凤凰，有一种浴火重生的孤绝勇气。我在奈何桥上等你，等到了在一起喝孟婆汤。你别来太早，10年、20年、30年，无论如何我都等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姐姐，你在找我啊？可有什么事？恒林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奇怪，姐姐怎么哭了？哟，你就是那个宋恒雷啊！小郎君，你可算露面了。这姑娘为了找你，在这码头守了好多天了，逢人就打听你的名姓。你再不来，我看她都要等急眼喽。姐姐，你认识我？
现在不认识，以后可以慢慢认识。你家有人托我在这边关照你。行了，别愣着，先把你的东西拿好，手紧紧护着包袱。这地方码头鱼龙混杂，小贼多的是，你数不过来的，千万别把东西弄丢了。多谢姐姐提醒，出门在外，还是姐姐心细。姐姐还未请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香芝。李香芝。香水的香，知乎者矣的知。我们去街上逛逛可好？好，听姐姐的。哎呦！长着手是让你干活的，不是让乱伸的。滚！多管闲事。姐姐，她……我都说了，这地方小偷比你都多，钱袋子往里收收。这就是我给你挑的客栈，离我的铺子不过一条街，干净也太平。李大姑娘介绍来的客人，里面请，上好的房间早给您留着呢。出门在外，现银别露白，都换成存单，贴身守着。想吃地道的，去南街王婆家；想买料子，去东头李记。小郎君好眼力，这可是古天朝上个月刚做出来的旧货吧？老周，欺负生面孔也得看是谁带的人。哟，李大姑娘，瞧你说的。姐姐不仅长得好看，竟连这些弯弯绕绕都清清楚楚。看你的调查也做得差不多了，既然事办完了，明日就快些启程回去禀告你爹娘，省得老人家日夜忧心。姐姐，一定要这么急吗？还没请教，姐姐可有婚配？没有。真的？那姐姐，你看我如何呢？你这孩子真是……你摆出这副阵仗，到底是何意啊？我家境清白，父亲经商，母亲持家，家中虽非巨富，但断不会让未来的夫人受半点委屈。我为人踏实，不逛烟花之地，不嗜酒豪赌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一见姑娘便觉得欢喜，这种欢喜我活了10几年从未有过。我想着，若你不弃，我这次回去便跟爹娘挑明，求他们来你家提亲。可你家在外地，婚姻大事可不是你说两句欢喜就能翻山越岭的。我能搬来，哪怕是舍了那边的祖宅，只要能守着姐姐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太年轻了，心思转得快，话也说得太满。回去吧，这提亲可不是儿戏，回去跟你爹娘好好商量商量再说。我就知道，定是我年岁不够，还没立成家业，让姐姐觉得轻薄了。嘿，哪有一次投亲就能成功的呢？姐姐这是在考验我的信性。只要姐姐没说以后不见我，那我就有的是机会。1次不行就2次，2次不行就10次。我宋恒林最不缺的就是韧劲儿。你这傻子，哪里知道上一世你受了多少苦？宋郎君，该上船了，误了时辰可就赶不上这趟顺风了。回仇的路上，可别再像来时那样，为了磨练什么见鬼的胆识，就把家里的仆人甩掉一个人出门了。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偷偷甩掉仆人出来的？我知你想历练自己，但在家人眼中，你的安稳比什么都重要。记住，
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命只有一条，丢了可没处找去。姐姐的话，恒林刻在骨子里了，我一定全虚全伪的回来见你。兄台，快走吧！船家催了，再不上去跳板就撤了。姐姐，再见了，宋恒磊。这小娘子倒是个情深种，船都走远了还看呢。我不确定这次还会不会与你在一起，可看着那个被小贼偷光钱财、家破人亡的悲剧没有发生，看你现在这般鲜活，这般安然无恙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我愿你此生无遗憾，父母皆安好。若能再续前缘，那很好；若不能，那也没什么。你若安好，我便欢喜。这是我重生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香芝，我是你为你小郎君啊，多好的家世清白，生得又俊，还对你那样言听计从。就是啊，咱们几个在那看着都替你脸红心跳的，还以为你定是动了心，要留他下来定亲呢。你怎么就这么放他走了？心动？面对那样赤诚的少年，心自然是动过的。可这世上的心动多了去了，今儿动一下，明儿指不定又为别的动一下。若只为了这一瞬的媚动就急着把自己的一辈子定死，那也太轻率了。可他是宋恒岭啊，他看你的眼神恨不得把整个人都掏给你。我是很喜欢他，可这一世的他还没经受那些搓磨。他现在才15、16岁，正是一眼望去觉得人生到处是机会的时候。这难道不好吗？太年轻了。他如今觉得我是第一眼瞧进心里的人，可等他回了家，见了更广阔的世界，或许又会觉得另有选择。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守着这份初见的喜欢，我也没有权利现在就锁死他的以后。你呀，就是太冷静了，看着一点都不着急。 20多岁的宋恒林遇见20多岁的李香芝，那是历经风霜后的惺惺相惜，定能有个好结局。可如今咱们都还小，未必相逢就一定是缘分，这辈子长着呢，我且走一步看一步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只要我把自己这日子过好了，遗憾总会一件件少下去的。东家，外头那位郎君站了快1炷香的时间了，也不进店，就死死盯着您瞧，莫不是来闹事的？岑文清，岑大郎君，我未与你一亲，不知您今日所谓何事？李家小姐，冒昧打扰了。我只想问清楚，当初一亲，你推得那般干脆，甚至不惜与家中闹僵，是不是因为我岑文清容貌不佳，你嫌我生得丑陋，这才不愿同我一亲？我和岑文清的恩怨早在前世那4年两清了。我离开岑家的时候，气出了，钱也拿了，早就已经不恨了。毕竟他在我漫长的人生里，不过只存在了区4年。夫人，老爷和老夫人说要让二郎君兼托2房。我还没问你，你哥哥是怎么死的？匪徒要拿刀砍我，哥哥替我挡了刀。你还在骗人！匪徒为什么要砍你？你做了什么？你说！我舍不得那些钱，我和匪徒放了狠话，还想抢钱跑路。你是人吗？你哥哥一辈子老实不敢跟人拌嘴，你让他替你挡刀，你们刚走就来算计他的妻子，你们还是人吗？你支走这么多银子，到底想做什么？修坟。大郎不配娶个漂亮妻子，也不配有一个漂亮的坟吗？该的，该给哥哥修个漂亮的坟。我们赚多少，你就在外面借多少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捐了庙里，大郎说他伤口日夜疼，我请和尚做7期49天法事。爹娘，你们没梦见过大郎吗？李香芝，你够了！你故意算好的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妹妹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我现在过的不就是你和2良曾经过的日子？你们过的，我过不得。姐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放过我吧！我好不容易有了孩
当初要不是你嫌弃那肥秃丑，我又怎会得罪他？怎会有后来这些事？你不是人！哥，对不起，我活着生不如死。是爹娘说我欠你一个儿子，让我肩挑两房的，我没想算计大嫂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他一辈子都在委曲求全，从未真正得到过自己想要的，就连这一次来问我，甚至也隐隐有一种自卑自怜的意味，真是可怜。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？自然是真话。李家小姐，我今日来要的就是你的一句真心话。你今日来究竟是为何？瞧，这就是答案。你根本不是自己想来找我，是你爹娘在家天天念叨，说不甘心，非逼着你来，你没办法，不得不来，不得不要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，好回去敷衍你那对偏心的爹娘，对不对？李大姑娘，我并非……你问我是不是嫌弃你的容貌？大郎君，这话我要怎么答你？我说我不嫌弃，以你那多疑自卑的性子，你心底恐怕不信，反倒觉得我是虚伪应付。可我若说嫌弃，你那点可怜的自尊，恐怕立刻就会让你伤心透顶。所以啊，说来说去，这世上最嫌弃你容貌的人，根本不是我李香芝，而是你自己。你总觉得是这世道，是旁人瞧不起你，可实际上呢？这说明你根本就没胆量。你既没胆量和你的父母去争取自己真心喜欢的，也没胆量去面对自己那点龌龊复杂的内心。李大姑娘，你怎能将我说的如此不堪？怎么戳中痛处了？像你这般懦弱又虚伪的性情，将来谁若嫁给你，一定会跟着你受不少气，一辈子替你承担你不敢面对与去憋屈致死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，也无所谓了。今日这门跨出去，随便你怎么跟你爹娘讲，说我嫌弃你容貌也好，说我不喜欢你也罢，随便你。你对我来说，只是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。我只是想……梦之妹妹，听闻你近来对字画颇有兴趣，这套前朝孤本与灰砚是在下特意托人从京城捎来的，想来能合妹妹心意。多谢大郎君，大郎君当真是有才，送的东西每一次都送到了我的心坎上。哼，大哥送这些劳神的东西做什么？梦之妹妹，昨日我同你说的那匹汗血小母马已经运到了青山马场，今日天气极好，我带你纵马青山，晚上再去湖上泛舟，如何？真的，二郎君当真是最懂我的，带我玩的都是我最心爱的。咱们二小姐真是好福气，参加这两位郎君，一个有才送礼送到心坎，一个风流会玩，如今可都成了二小姐的追求者，天天围着转呢。姐姐，你天天闷着头看书，就一点也不艳羡我。那岑家大郎、二郎天天围着我，要是你的话，你选谁？都不选，都不行。李香芝，你胡说！你就是直抵我，你见不得我招人疼，见不得他们两个都巴结我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随便你怎么想吧，这个漂亮的小废物。梦之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耐着性子跟你说明白。大郎岑文清内心自卑，但的确有些才干。你若是爱他，他感念你的情分，定会死心塌地，一辈子给你当狗使唤。可你这人内心轻浮，最是摇摆不定，日子久了，
你肯定会嫌弃他那张平庸的脸，到那时候你肯定会给他戴绿帽子，你们两个绝对长久不了。李香芝，你竟敢这般污蔑我的清白！那二郎君呢？二郎生的那般俊美，对我又好。二郎跟你是一模一样的轻浮，他自幼有爹娘娇宠，被纵得不知天高地厚，你们俩一样都是惹祸精。你信不信？你们两个要是凑在了一块儿，那就是精上加精的老妖怪。凭你们的性子，能把好好的一个家活生生搅散了。除非你们两个经历什么生死大事，两半条命都折在里面，彻底安定下来，才有可能好好过日子。不然的话，你们两个成亲之后，一定3天一小闹，5天一大吵，自己就能把自己活活揍死。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你凭什么？李香芝，你就是激起我，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见不得我嫁得比你风光。你吵什么吵？再吵，小心我大嘴巴子扇你！不爱听我的大实话，那你一开始就别来问我。既然开口问了，就真心实意的听着，别只想听那些抹了蜜的奉承话。若你只想听你自己爱听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给我钱了吗？我凭什么要在这里费尽口舌的哄着你？你别打我！梦之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出生那会儿，我天天趴在摇篮边上瞧你。你只比我小1岁，那会儿我们天天黏在一处，是彼此唯一的玩伴。那后来，姐姐为什么总是不待见我，还捡了我的衣裳？后来啊，你越长越水灵，出落得像朵娇艳的花，我呢却长得像个干瘪的苦瓜。娘总是把好的、漂亮的都留给你，但凡你哭一声，挨骂受罚的准是我。娘的偏心，生生拧断了我们之间的情分，让我们渐行渐远。我那时候也不是故意要跟姐姐抢的。我知道，其实我曾经是真的真心喜欢过你这个妹妹的。都是你，整日游手好闲，把本钱败光了。放屁！明明是你天天买止水粉柴，挥霍无度。上一世，我带着大笔银钱彻底离开了岑家，没有了我和大郎在前面遮风挡雨，妹妹和二娘根本不懂经营，铺子一间间倒闭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艰难。后来好不容易熬着生了一双儿女，可儿女之间却多有不和，天天在家里争家产，闹个鸡犬不宁。姐姐，我如今已经10几年没和二郎在一张床上睡过了。他嫌我老实，我也厌了他没本事。可看着孩子们，这日子心里堵得慌，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姐姐，你刚才说起咱们小时候的事，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梦之，你如今仗着年轻漂亮，大郎二郎天天围着你转，你觉得很得意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10年、20年、30年以后，等你老了该怎么办？老了不就是相夫教子，守着男人和孩子过日子吗？大家不都是这么过的？你觉得美色能留住男人一辈子？皮相这东西，总有衰退干净的一天。等到了那时候，你们之间没有半点契合的灵魂，日子过得如同死水，除了相看两厌，还剩什么呢？怎么会？若他真心娶我，自然该一辈子待我好。一辈子？若你们只一味图着皮相好玩，生下一双儿女，日子却过得一团糟，到最后你嫌他无能败家，他厌你人老珠黄，你们彼此厌憎，却又因为是孩子爸妈，不得不死死绑在同一个火坑里，一辈子都挣脱不得。姐姐，你别说了，听着怪吓人的。前世的你死得比爹娘都早，你用很轻的声音跟我说：“姐姐对不起，你上一生过得也不容易。”梦之，我今日对你说的这些话，句句都是我的真心话。我确实打过你，但那是因为我真真切切的喜欢过你这个妹妹。我不想看你最后把自己活成一个笑话。姐姐，姐姐，你这
是在做什么？你收拾这些东西要带到哪里去？我回自己的铺子去住，那楼上宽敞也清静，往后就不在家里挤着了。姐姐，你不回来了吗？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？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和你顶嘴？他若是能听进去我刚才的话，自然很好，可他若是听不进去，那也是他的命。我终究不是什么风水先生，没有替旁人逆天改命的本事。你出嫁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回来。姐姐，你别走！姐姐，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争了。不管是爹娘的疼爱，还是岑家的亲事，我通通都不和你争了。你别走好不好？他这脾性，纵使说了不争，想必往后做事也少不得别别呜呜的。可只要他肯说出口，总归是在长进了。以前打你，疼不疼？疼。知道疼，那以后可就要长进了。其实我想对你说的话还有很多，可这世上只有自己是自己的靠山，若你自个儿立不起来，谁帮你都没用。姐，我会懂的。有话直说，别耽误我盘账。既然你有这等经商的通天本事，嫁出去当个管家媳妇儿实在是糟践了。我和你娘的意思是，不如将你留在家里，咱们给你招赘个听话的夫婿，由你来鼎立门户，继承咱李家的家业。凭什么姐姐能招赘，我就一定要嫁人？我不依，我也留在家里招赘，我也要鼎立门户。胡闹！你向来是个娇气的，懂得什么经营？我不管，姐姐能开铺子，我也能。爹，您若是不给我一间铺子，我这辈子就改变主意不嫁人了，天天在家里磨着你们。罢了吧，城西那间杂货铺子交给你折腾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折腾出什么名堂。二小姐，这铺子里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，客人嫌咱们东西贵，都去别家了，这账面上全都在走下坡路啊。梦之妹妹莫慌，我来帮你。这货物的进价定高了，摆设也不对，我来替你重新盘整。大郎之，多亏有你。好啊，我当妹妹怎么不陪我去青山了？原来是和我大哥在这卿卿我我，真当小爷稀罕你。梦之妹妹，我糊涂了，我昨天那是气急了，才会去花楼买醉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啊。梦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你后天抢我了。二小姐，这进货的数和昨日卖出去的银钱怎么都对不上？咱们今日若是还盘不顺，账面可就全空了。梦之妹妹，你打错了，这盐铁的税银得先扣除。听我的，你做事不可这般急躁。往后若是管家，这些细碎的账目……够了，大郎君，我自己的铺子我自己会算，你唠唠叨说的我头疼。你先走吧，让我一个人待着。梦之妹妹，你天天守着这些枯燥的烂账做什么？
看着就让人犯困。走，今儿天色好，青山马场刚运来一匹好马，陪我出去玩个痛快。玩，你就知道玩。铺子账对不上，你让我拿什么陪你去玩？哎呀，没钱了问你爹妈要一件就是了，何必这般折腾自己？姐姐，我这些日子自个儿在铺子里折腾，账目一团糟，被那2个郎君烦得头疼。如今我总算是彻底明白了，爹娘现在为什么宁可退了岑家的婚，也非要让你招赘。我的确没你那么有本事，不过那天与你分别后，我也潜心学了很多东西，比以前长进了不少。那天我没让大郎帮手，自个儿在铺子里守到深夜，你猜怎么着？我竟然自己把那笔账目算清楚了。原来是我自己先前记错了一笔数，最后是我自己把那错处给找出来的。哦，那倒真是不容易，咱们二小姐也知道动脑子了。所以我想好了，大郎二郎，我一个都不嫁了。这世上又不是只有他们2个男人，大郎唠叨自卑，二郎轻浮败家，我若是嫁过去，一辈子都过不安生。再说了，我年纪还轻，你这个当姐姐的都还没出嫁呢，我急着嫁人做什么？我就等着，等姐姐你先成亲，我倒要睁大眼睛好好瞧瞧，看你往后能给自己招赘个什么样的天仙夫婿来。确实挺甜的。香芝，什么好东西啊，自个儿在这躲着偷吃呢？我那妹妹送来的，说是她最爱吃的松子糖，我刚才尝了一颗，当真挺好吃的。你们也快来尝尝，咱们分着吃。姐姐，我回来了，我爹娘也来了。李香芝，瞧瞧，这宋家小郎子当真是有心，一走数月，竟真把高堂都接来咱们这儿安家做虎了。可不是，听闻他们连对街那间铺面都顶下来了，这是铁了心要在这儿扎根呢。香芝见过伯父伯母，一路车马劳顿，快请屋里坐。好闺女，快别多礼。恒离这一路上天天念叨你，说这里多亏了你照顾。如今我们在此处安了家，开了铺子，往后可少不得要常来往了。是啊，这小子心野，多亏大姑娘规劝，他才没在路上出乱子。哎呀，宋郎君，您这刚到就帮着干活，真是太劳烦您了。这算什么？姐姐铺子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姐姐，你看这货架子的料子，我亲自挑的，结实的很。账目若有算不清的，我来帮你核算。还有，这是我爹让我带过来的，这次进货短缺的资金我出了。姐姐，该出钱出钱，该出力出力，你只管差遣我就是了。香芝，我是真羡慕你，这宋家小郎君天天留在咱们铺子里，眼里心里全是你，连擦桌子扫地都抢着干，平人谁能待您这么好啊？可不是，这嘘寒问暖的，蜜里调油似的，你当真一点都不动心？他本就是个勤快的性子，搭把手罢了，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，感觉寻常的很。哟，很俏啊。光天化日没羞没臊的，香芝真是要疯了！快走快走！姐姐，这是我可以丢亲的意思吗？恒林，你老老实实回答我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姐姐，其实这事儿说起来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傻气。我第一次坐船来这儿的时候，在船舱里闷得慌，百无聊赖地看着江面。那时候我年纪小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就在心里偷偷发誓，下了船，
我在这地方遇见的第一个女子，就是我宋恒林这辈子的义夫人。可后来船靠了岸，我在船上，在码头上遇见了一个又一个姑娘，有拎着菜篮子的，有抱着孩子的，甚至还有冲我指指点点的。可我每次看过去，脑子里都有个声音在说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那个。看到后面，连我自己都忍不住笑自己。明明规矩是自个儿定下的，结果却被我自己一次次否定，这不就跟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一样吗？所以你当时就死心了？对，后来我就放弃这个荒唐的游戏了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我刚下船的那一刻，一抬头就看见了你。姐姐，就那一眼，我这脑子就跟炸开了一样，我浑身都在叫嚣。对，就是这人，这就是我宋恒林找了半天的意中人。直到那一天看见你，我才彻底明白，原来这世上喜欢一个人，是真的会拼命为自己找借口的。哦，什么借口？你看啊，我明明自个儿定了规矩，说要娶第一个瞧见的，可你确实不是我下了船第一个看见的女子，但你却一定是第一眼就被我死死看到心里去的那个人。油嘴滑舌。那我再问你，如非要说点什么具体的东西，你到底瞧上我哪儿了？若非要说喜欢什么具体的东西，姐姐，我喜欢你的眼睛，狭长清正，像凤凰，好看极了。像凤凰，美得惊人，这是他前世对我说过的话。10几岁的宋恒林和前世20几岁，甚至后来80几岁的宋恒林，全都是一样的，一样的喜欢我的眼睛，一样的对我一见倾心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别哭。没有，你没说错，那就是提亲的意思。这李大姑娘也真是，先前李老爷两口子都松了口，答应让她招赘，鼎立李家这么大的门会了。她倒好，放着家业不要，竟然还一门心思的想着嫁人。可不是，老爷夫人能不急吗？宋家小子，你也瞧见了，我大女儿香芝如今手里经营着城里顶好的铺子，我们李家就这2个闺女，你若是个有担当的，就该招赘到我们李家来，往后这李家的门户由你和香芝一起顶着。爹娘，当初你们看不起我的时候，觉得我这容貌性情嫁给岑家大郎都是高攀，巴不得把我当成妹妹的天头一并打发了。如今瞧见我把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，看得起我了，便又指望着我留在家里招赘，鼎立门行。我们这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李家好。你招了赘，这万贯家财不都是你的？你这丫头怎么好坏不分，凡事非要跟我们拧着干？还是那句话，这日子不是你们想开始就开始，想停止就停止，更不是你们想让我如何我就得如何。人，我是一定要嫁给宋恒林的。你们若是不同意，大可以不来喝这杯喜酒。往后我就当自己是个孤儿。你反了天了，竟然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！真是不孝的白眼狼！我们生你养你，你如今翅膀硬了，不仅要嫁个外地人，连爹娘都不认了。我既然是忤逆女，你们自然指望不上。不过李家要鼎立门户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你们大可以让妹妹招赘，我看她心里倒是很愿意的。让你妹妹招赘？你妹妹有没有本事？你这个当姐姐的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就是，梦之她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连个账本都算不清楚。就凭她那点三脚猫的本事，她能撑得起什么门户啊？她要是招了赘，这李家的家业不出3年就得被她彻底败光，她能成个什么气候？梦之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梦之啊，爹娘刚才只是随口一说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梦之啊，你听娘跟你解释。就这样吧，往后这李家的万贯家业，你们愿意给谁就给谁，我李香芝绝不插手。你们给我多少，我往后就养你们多少老。
1分不少，但也1分不多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无私产你就不给爹娘养老了？不给也无所谓，只要你们往后别来铺子里找我的麻烦，相安无事便罢。但若是把我惹急了，我如今在商场上的手段你们也是知道的。我要是动了真格，把李家这点家业通通吞干净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罢了罢了，香芝啊，你既然铁了心，我们做爹娘的也不做那恶人了。对，那宋家小郎君，咱们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商议商议你们的成亲婚期吧，别耽误了吉时。世上到底没有一杆秤能称量清楚这些情感，既然理不清，那便罢了，只得过且过吧。新郎官，用这金秤挑盖头，从此日子称心如意，秤不离挪。少爷，该喝合卺酒了，您盯着少奶奶都瞧傻了。好嘞，祝2位新人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。姐姐，不对，娘子，这是今天成亲，你爹娘当着众人的面送过来的，说是给你的1半家业都归你自个儿管着。娘子，你说他们先前那般不情义，今儿突然给了这么多，到底是不是真心对你好的？管他们呢，不管这是他们权衡利弊后的结果，还是他们拿我没办法不得不使的法子，总之这白纸黑字的家业落到了我手里，我就当它是真的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，人心这东西最是经不起琢磨。我呀早就学会放过自己了，不想那些，只管过好咱们的日子。对，娘子说的对，今夜咱不想旁人。老头子，咱们在老家被那些眼红的族人排挤，天天过得提心吊胆，如今到了这儿，我这心里才算真正松了一口气。谁说不是呢？最要紧的是看着恒林成家立业，天天浑身使劲儿，娶了香芝这么个贤内助，是他小子的福气。娘子，累了吧？尝尝这个，刚炒出来的。算账呢，别闹。姐姐果然找了个好夫婿，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偕老。我的如意郎君又在哪儿呢？他会不会像姐夫一样好呢？岑正言，你往后别再来找我了，整日只知道泡在花楼里，那逛花楼的能是什么好男人？梦之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发誓，我都是逢场作戏，那些地方我根本没走心。我故意去花楼，不过是前些日子看你跟大哥走得近，故意去气你的。你不能因为这个就彻底不理我啊！我这心里可只有你一个。故意气我？岑正言，你少拿这种鬼话来糊弄我。我姐夫宋恒林从来不会逛花楼，我爹不逛，你爹不逛，连你亲哥哥大郎也从不沾染那些脏地方，怎么偏偏就你特殊？我那不是一时糊涂。糊涂？我姐夫跟姐姐生气了，也断不会做错事，却故意气我姐姐，他根本就舍不得让我姐姐受半点气。可你呢？我还没和你怎么样呢，你就使出这种下作手段来气我，这叫不懂珍惜。我若真瞎了眼嫁给你，今后那日子还了得？天天看着你往花楼跑，守一辈子活寡吗？李梦之，小爷我好声好气来求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在这城里，除了我，谁还能配得上你这张脸？配不配得上，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再者，有一件事你怕是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跟爹娘说好了，我是要招赘的。岑正言，我且问你，你能来我李家做赘婿吗？你疯了！居然让我去当赘婿，那下贱玩意儿我岑正言死也不可能做。那就别在这儿碍我的眼。这一道门彻底隔断了他们两世的纠葛。老爷夫人，今儿个岑家送了喜帖过来，岑家大郎文清和二郎正言这月都已另娶了旁人家的姑娘为妻，婚事办得挺热闹。木之啊，岑家那2位郎君如今都已各自另娶了，你当真没有半点嫁人的意思？这城里适龄的俊俏哥可不多了。娘，您就省省心吧。我早就说过，这辈子我是铁了心要留在李家招婿的，断不会嫁出门去。梦之，既然你铁了心要鼎立门户，往后爹娘便不再将你当做一个随时准备嫁出去的女儿来看待了。从今日起，这李家继承家业、鼎立门户的担子，你得自个儿挑起来。女儿明白，定不负爹娘教导。娘子，你瞧，二妹妹如今当真是变了个人似的。以前连账本都懒得瞧一眼，如今竟能静下心来，规规矩矩的当个好学生，听岳父岳母那般严厉的教导，真是难得。
这人啊，伯乐与千里马相遇，终究是需要时机的。娘子，此话怎讲？伯乐若是来得太早，千里马上是野性难驯的烈马，教了也是白教。可若千里马醒悟得太迟，骨头硬了，心气散了，便再也教不出来了。只有在如今这最合的时遇，插进了心，爹娘认了命，才有机会成就咱们李家的一段佳话。娘子懂得真多。